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俄乌战争哦，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动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谴责他一个侵略战争哦，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满1年的时间哦，但目前看起来似乎还没有界限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场这个入侵的战争才会停止哦。那这时候就有人说了，是不是应该要派出中共来作为这个2个战争的一个两边的调停哦？在台湾的闽南话有一句叫“请鬼开有单”或“请鬼来这个贴有单”，就是去开这个药单哦。这个会不会是请错人了？但是好像又有许多人也这么期待说，毕竟这个俄罗斯跟中国这个交情既然是无上限，会不会透过中国来出面调停，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背后有没有什么可能值得我们要来关注，可能产生衍生的一些变化我们今天节目就好好来探讨。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明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老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战争哦，现在真的已经在我们节目播出，大概可以讲已经都满1年的这些时间哦。那我们当然提出说，中共有意来调停，大家就很好奇说，那中共会出面吗？那各方真的认为他就是一个足以来代表吗？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共过去不是就有立场吗？请他来到底会合适吗？对啊，这个问题呢，我想大家都很关注哈。最近我们也听到欧洲一些国家讲，中共不可信，因为他长期偏袒俄国，然后在战争当中呢，这个或明或暗的支持俄国，所以他绝对不会公正，然后不希望他来调停。但是其实我觉得问题比这个表面的话语呢要复杂很多，我还得先把这个问题拉开来谈。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双方打的，你刚刚讲了嘛，打了1年了嘛，那打到现在，大家也看见这个结果大概慢慢出来了。俄罗斯会战败，大概是或者说俄罗斯不要说战败，俄罗斯不可能战胜，这个大概几乎是个必然的结果。那但是问题是，大家想法或者西方国家想把俄罗斯打到一个什么地步？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过去我谈过，那现在我们稍微修正一点点，大概是这样子。我想从西方、从欧美国家角度来看，对于发动战争的这个俄罗斯呢，他们当然很不高兴，然后希望说能限制他能力，所以他们对于把俄罗斯打到什么地步呢，大概会有上中下3层目标或3层考量。我们一层层来说，上层目标就是彻底打败俄罗斯，然后最好就是让他政权转型，然后民主化。甚至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进一步裂解它，就像苏联裂解成15个加盟共和国一样，进一步裂解它，这个还是上层目标。好，那么再来中层目标，中层目标呢，你说的少一点点哈，大概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发动战争呢，不是俄罗斯全国，俄罗斯很多人是并不赞成打仗的，你可以看到，所以对于这个欧美国家来说，我们现在只要把发动战争的这个家伙或这批人把它处理掉，那就可以了。所以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普京跟他身边这批人，我们叫做普京集团吧。普京集团下台或者失去权力，那可以了。不管他是逃亡啦，或者这个政变啦，或者暗杀啦，或者说这个被这个选举选下来，当时可能性比较小。反正不管怎么样，下台失去权力。好，这第二就中层目标，下层目标就是打到俄罗斯没有能力再发动一场像样的战争，不管普京集团还在台上，就如果你就算你还在台上，但你没有能力发动战争，那这样大概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我们从西方国家看这场战争来说的话，他们的目标呢，大概可以分成上中下这么3层。是的确，老师刚刚提到，很多人大家也是希望借由这一场战争，当然这也是过去一直在我们谈到有许多的一些论述，会说对了，西方国家故意要借此来削弱俄罗斯，当然中国应该很开心啊，这样子老2跟老3就要换位置啦，这个第2大军事的国家就要换人了。那不过回过头来讲，至少对乌克兰是一个受害的国家来说，我相信他也希望俄罗斯最好就是让他瘫痪，让他没有能力在对于周遭的国家产生这些任何未来侵略的一些行动，是不是也应该是如此？
对，但是我想这样讲哈，就是如果相比跟欧美国家目标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乌克兰目标呢可能会更加具体。刚才讲的就是大家宏观的看俄罗斯变成什么样子，但对乌克兰就像你刚刚说的，他是受害者，所以作为一个被侵略的受害者，他会怎么看俄罗斯？他希望打到什么地步？我相信他现在上层目标呢，大概是我彻底打败俄罗斯，然后俄罗斯呢完全退兵，我的这乌克兰土地上面呢一个俄兵都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这样就表示说我收复所有的失土啊，不管这个顿巴斯、卢甘斯克，然后这个几个州加上克里米亚，我全部都收回来。再一个就是你把我打这么惨啊，经济打得这么残破，然后国家都破败了，那你要赔偿我。好，那第三个目标，第四个目标呢就惩凶，对不对？在国际法上惩凶。那么也就是那谁发动战争的？普京跟他身边这边，所以这批人呢必须接受审判。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说呢，他能设想的上层目标呢大概是这些，但是大概也不一定真的能做得到，所以他也必须设想一个比较，我们这么说吧，比较现实一点的目标，或者说比较可行的一个目标，可行性比较高的目标。第一呢，打败俄罗斯，也就是俄罗斯呢基本退兵了。那没有在能力来对我构成威胁，那可能有少量俄军在驻扎什么地方呢？那个我们在研究啊，这第一层。第二层就是我要收复部分的失土，啊，就看就是我到底能够拿回多少。大概对于现在不管是乌克兰来说，甚至对欧美国家来说，他们大概会希望说克里米亚半岛拿回来，因为如果俄罗斯没有了克里米亚的话，也就不能那么如意的进出黑海的话，大概对欧洲和平或者对这个乌克兰和平呢，会更加安全一点点啊。这是第二层。第三层就是，那你说战争导火线，这个2014年是克里米亚，这次是卢甘斯克跟顿涅茨克跟旁边的几个州，所以大概我猜哈，当然你现在问乌克兰是绝对不愿意的。但是如果形势比人强的话，我猜乌克兰最后会同意卢甘斯克跟顿涅茨克给他们一定的自治权。那自治到什么程度呢？再来商量。那最后一点就是，我相信乌克兰还会要求一定程度战争赔偿。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国际上大概也会支持他，所以我猜大概乌克兰会上下2层目标。当然老师刚刚提到是包含欧洲对于整个俄罗斯，他不可能赢，但如果再拖下去，俄罗斯也受不了状况之下，他假设愿意站到这个谈判桌，这是欧洲的期待跟乌克兰的期待。但我们知道俄罗斯当然不会这样期待，如果这样子，他就面子跟里子都输了，大家就很好奇说，那俄罗斯他可能最后能接受的点可能在哪里？所以你问的就是说，如果要谈判的话，那俄国跟乌克兰它的平衡点会在什么地方？我们先看一下目前的战况哈。我们刚不是说打了1年吗？然后俄国投进30-50万20-30万大军进来嘛，现在又要征兵这个多少万嘛？然后中间调用过车臣的军队，然后也用了这个瓦格纳的佣兵，看起来呢都打得非常凄凉。所以现在看来就是他，当然最新消息就是他又增加了30万大军，然后又进行了这个全国动员令，然后又号称集结了几百架的最先进的轰炸机，然后这个集结了多少飞弹、多少炸弹、多少武器什么等等，然后准备大举进攻。原来的消息是这几天，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消息，所以看起来呢，大概还会拖一段时间。所以俄罗斯呢，大概会至少再集结几次大的进攻啊，那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他当然威胁核子战争，但当然不讲得很白，他只是讲就是，如果这个我俄罗斯本土受到攻击的话，那我不排除使用核武或之类的意思。当然，这个话现在又被一些俄罗斯的这些网红呢，那这网红当然是这个叫什么呢？美方把这个俄罗斯的网红呢看作就是大外宣成员，也就是他其实是宣传员，但以网红面貌出现的，所以我们先称他网红吧。那这个网红呢，我们就不说名字了。他最近在他节目上讲，他说现在呢，我们已经认定什么？我们认定美国对我们宣战了。为什么美国对我们宣战呢？因为美国的什么什么官员呢，曾经讲过，最近曾经讲过，不排除考虑直接攻击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是2014年俄罗斯从乌克兰夺走的一块地方。全世界除了俄罗斯啦、伊朗啦、北韩啦、中共这几个我们叫流氓国家之外呢，其他绝大部分国家都认为俄罗斯这场战争是不正义的，然后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是非法的。好，但是当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然后进行所谓的公投，把克里米亚变成俄罗斯的一部分之后呢，俄罗斯在法律上就认为你攻击克里米亚就等于攻击俄罗斯本土，对不对？这就是刚刚的逻辑。好，那问题是。你这样认为，那人家不这样认为，你怎么办呢？那问题就在这里了，就看大家相不相信他说的话。就他不是恐吓吗？你一直要攻击我克里米亚，我视同攻击俄罗斯本土，那我不排除使用核子武器。问题是你相不相信？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当然就是，其实普京也用过核子这个讹诈了。他那是不讲过嘛？他讲英国嘛？你不知道干什么，我就不排除用核子武器打你啊。英国不管，那英国照样错。我相信你不会嘛，我相信你只讹诈嘛。然后俄国不是又打过那个核能发电厂吗？然后这个乌克兰也很担心啊，世界各国也都抗议啊，然后就警告他，你不可以再干什么呢？因为怕引爆真的是核子危机等等。所以普京的确威胁过核子战争，当然现在他又稍微退回去一点点。他现在只是说啊，你美国这样子介入，然后这样你这个拜登又跑到基辅去，又说要支持什么等等，所以他说我要退出我们新的一个什么战略武器战略核武裁减协定和裁减条约等等。那并不表示说他要开展核战，他只是说从理论上他往核战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小步，这都是这样。所以这是目前俄罗斯情况。简单说，就俄罗斯现在情况不好，然后他现在想再努力再搏一把。好，对乌克兰来说呢，它的人口呢大概是俄罗斯1/3左右，1/3弱一点点，大概4000多万人。所以打这种长期战争呢，即便他的这个这个战士啊，或者他的兵员的损耗呢，跟俄罗斯差不多，或差一点点或少一点点的话，他都很难承受。简单说，就我们在国际政治研究战争的时候呢，有一个基本的计算方式，就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啊，在战争当中或者天灾人祸当中损失1/10到1/5呢，那就非常惨烈了。乌克兰是4400万人口，4400万人口损失1/10呢，叫440万。损失5%就1/20呢，叫220万。这损失包括2种，一种是战争损失，直接打仗伤亡了；第二是受到波及的；第三是逃亡的，这都要算在内啊。那么也就是说，你的损失220万人口，不管是逃出去的还是战死什么等等呢，那这个国力都受到相当大的损害。今天我们计算这个乌克兰呢，还不到这个地步。但是呢，大概逼近200万。当然兵员的伤亡没那么多，但是逃出去人口加上受到影响人口呢，大概接近大概100万跑不掉，100万200万跑不掉。那换句话说，就是乌克兰承受的这个人口压力呢大得多。那么也就是他在能够集结大规模的兵力，真的下来打一场决定性战争呢，恐怕有困难。他现在只能用小部队去吃掉一块一块这样吃，因为大规模会战很难。但是乌克兰有很大优点，第一呢，士气非常高昂，打到现在呢，他现在慢慢开始说，大概1年下来，好像我没有输，不但我没有输，好像有打赢的机会，所以他现在越打呢士气越旺。反过来说，俄罗斯士气呢是越打越衰弱，而且乌克兰还有一个很大优点，就是因为它旺盛的这个抵抗意志，所以感动了欧美各国。欧美各国把这场战争呢当作是抵御俄罗斯继续向前侵略的第一块骨牌。所以大家觉得说，我无论如何，大家站在后面把这个骨牌给挺住，让乌克兰这个骨牌绝对不能倒下来。因为乌克兰骨牌倒下的话呢，怕普京会继续侵略别人，然后也怕说中共呢，就开始模仿，开始打台湾，甚至做别的事情。所以对欧洲国家来说，全力支援乌克兰，那乌克兰呢就变成说，很有利。但是呢，这个事情我们得从两面来看，那不是说辩证的看问题嘛。所以当欧美国家尽了这么大力量去帮助乌克兰的时候，大家慢慢发现，其实战争是非常花钱的。早在拿破仑时代的时候，人家就问他说，战争的几个要素，拿破仑说战争就3大要素，哪3大要素呢？
金钱、金钱跟金钱，因为打仗是非常烧钱的事情。对欧美国家来说，他们当然很富裕，那没有话讲。我们都知道啊，世界最大经济体差不多都在这里了。问题是，再大的经济体也耗不起这种战争的这种损伤，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这个就算就是单算军事跟经济对乌克兰援助呢，已经相当吃力了。再加上一点，俄罗斯这一年下来用天然气、用石油呢当做武器，所以使得欧洲各国这个冬天非常难受。幸亏今年冬天是暖冬，是大家过得比较好一点点。否则，如果说天气大寒，就像当初拿破仑或者说这个希特勒打俄国那个时候，那我想欧洲会非常惨。因为是暖冬，所以他们对天然气的消耗稍微少一点点，然后俄罗斯的这个压力呢不那么大，但是对他们说呢还是蛮难承受的。你仔细看一下他们通货膨胀的情况就晓得了。美国现在压下来了，但也差不多在6左右，对，6%左右。欧洲各国呢10几20%的呢，那比比皆是。更重要一点就是欧美一些国家呢，他们有选举压力，尤其美国今年年底就要开始这个总统大选。但是对欧洲国家来说，即便暂时没有选举的压力，那俄国当然就没有了。不过通货膨胀总是这些政客会担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点。第二大点，所以如果说俄国打不太下去，乌克兰打不太下去，然后欧美援助呢又越来越吃力的话，那平衡点在哪里呢？我们刚刚不是前面讲说，乌克兰希望打到哪里，然后什么等等，然后俄罗斯你说不会接受嘛？对，从这些条件来看，双方是这个针锋相对的，不会有平衡点的。但是大概我们这样说，不能说所有，在人类战史上面，很多战争最后呢都是谈判这个休兵，然后停火决定的。那停火这个点，双方满意吗？通常都不满意。那么也就是说，双方都不能拿到最好的目标，所以最后会停在什么地方呢？会停在这个平衡点哈。就俄罗斯跟乌克兰如果要谈判的话，这个平衡点会停在哪里呢？双方都无力在前进的那个点上面，就在这点上，我乌克兰前进不了了，俄罗斯也发现前进不了，就停在这里。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做平衡点，所以这个平衡点的上下。就是谈判的空间，然后也是调停的空间。一开始也提到说，现在这个僵局，大家就希望有人可以解开。就有人提到了，是不是请中国来做这些调停呢？其实请中国来做调停这件事，好像也不是这个新闻啦，过去就有耳闻过。但大家比较好奇是为什么在近期开始，感觉好像这个声音越来越大声了，感觉这机会越大，大家就很好奇中共过去为什么不出来？为什么在现在这个节骨眼有这样的声音？甚至可能表达想要来做这件事，老师为什么？这样子哈，这个我们得回到刚刚开头的时候，各界尤其是中共对这场战争的判断。你回想1年前我们做的节目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是 CIA 还发了一条新闻，至少新闻上讲说 CIA 这样说 ，CIA 说这个看起来呢，乌克兰是守不住了。俄国大军压境，所以他们估计呢，大概48最慢96小时，基辅会陷落，对不对？我们都记得这个，我们当时讲过这段事情。当时我们还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当然从局外人来说，我们当然会相信 CIA 的判断，我们认为 CIA 对情况了解当然比我们要准确。好，到96小时，然后基辅没事儿，我们就有点意外。好，再往下发现，7天基辅站住了。然后2个礼拜，基辅没事；1个月，基辅也没事。然后原来讲了说俄国大举进攻了各种画面呢，好像都没有发现。那所以发现说情况好像跟我们原来想象不一样。这件事情我相信也吓到中共。中共最早的幻想啊，我真的讲幻想，是俄国很快的大获全胜。然后俄国大获全胜之后，欧美呢吓到了，不敢出手。当中共认为说俄国大获全胜的时候，欧美不敢出手，那我不需要调停嘛？我为什么要调停？因为这种情况对俄国有利啊。那对俄国有利，为什么对我中共有利呢？因为当俄国有力去打乌克兰，甚至在往前进的时候，欧美的吸引力呢，欧美的注意力呢，一定被吸引到那边去。当欧美全神贯注在对付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时候呢，我就有机会打台湾了。这就是台湾粉红的糊涂。
台湾粉红还在帮乌克兰去漏气，然后帮这个俄罗斯加油，骂我们说是乌克兰啦啦队。我当时只回一句话，我说：你不当乌克兰啦啦队，难道你要当侵略者的啦啦队吗？你要想清楚，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打赢的话，中共就打台湾了，你就要变中共啦啦队了，你得想清楚。好，那我们讲的就是中共最早幻想俄罗斯很快就大获全胜。然后他甚至会往前走，就吸住了西方的注意力，我就可以打台湾。这是我当然不要介入，我介入吧，等于就是帮对方叫暂停。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当然不要这样做。但是战争越打越不利，对俄罗斯越打越不利的时候呢，中共就开始担心了。好，打一下，哎呦，这咋了？这俄国军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啊，然后欧美的援助啊比较强大啊，然后乌克兰这个士气很旺盛，哎，越打，局势开始翻转了。好，那中共开始担心了，但担心完之后，他再想想，这个情况对他未必完全不利。为什么未必完全不利呢？他发现了以下4对上4，为什么呢？我们再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在打了1年以后，欧美国家在援助乌克兰1年之后，发现很吃力，对不对？这吃力是财政上的、经济上的、跟军火的、跟装备各方面的吃力。所以对欧美国家来说呢，他们也希望早日结束战争。那么欧美国家都希望早日结束战争，那现在谁不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呢？中共贼喊捉贼。为什么他不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呢？因为他发现这场战争拖久之后呢，第一，不但会拖垮俄罗斯，会拖垮欧洲，甚至拖垮美国。对我中共来说，这叫下4对上4。我一逃杀3世啊，太厉害了，太好的机会了，千载难逢。原来大家是全力对付我的，现在大家把精神都拿去对付俄罗斯了，所以我现在比较凉快一点点，所以我现在就希望战争拖久。那王毅这次不到了这俄国去嘛，还讲说啊，有人不希望这个战争及早结束，这个叫贼喊捉贼。他最不希望战争及早结束，因为他觉得说拖久对他有利。现在那你说，既然拖久对他有利，那为什么现在跳进来调停了？因为现在看起来俄罗斯要打败了，因为俄罗斯要真的打败的话，对这个中共来说就不是件好事情。简单说，如果俄罗斯败得很惨的话，那么欧美在收拾完俄罗斯跟乌克兰残局之后，就会全心全意回过来对付中共了，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翻转。那么也就是中共在这个时候要赶紧介入。为什么介入呢？要把俄罗斯保留下来，保留一个有一点实力的俄罗斯，将来我可以慢慢来玩。所以我现在赶紧出面调停。是哦，当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大家很清楚，中共一开始其实很清楚就在支持俄罗斯哦。现在王毅也过去拜访，老师刚刚也提到了，当概念上还是大家都怀疑，他们甚至会透过各种手段，其实都一直在支持俄罗斯啊。这部分大家就很好奇，不管是欧美或其他国家，甚至也许乌克兰内部都有这样的声音，他们还是希望中共出来，那为什么呢？应该这样说哈。大家对于调停人呢有一个错觉，大家都以为调停人必须公平，是不是这样？不一定，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大家听我的话觉得很奇怪。在什么情况下大家期望调停人公平呢？只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调停人，这个调停人两边都相信，那么这样大家觉得说公平调停人，这样觉得最可靠。另外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调停人不公平，那最好怎么办？两边都有人出面，是不是这样？好，那这样大家明白了。我再把刚刚论述再讲一遍。欧美那边呢就觉得累了，他们希望告一段落，但是打到现在有点不上不下的，所以对欧美来说呢，最好就是让俄国再来组织次大进攻，然后彻底把你这次打败。即便你不会完全退兵，但你发现你无力再发动战争的时候呢，这时候是谈判的好时机。所以，即便是欧美都想告个段落，还想说啊，那我再试一次，想搏一把。好，那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现在看起来啊，除非有意外啊，现在看起来，俄罗斯跟乌克兰呢，大概都很难大获全胜。就俄罗斯没办法大获全胜，乌克兰大概也很难大获全胜。所以，如果俄乌都没有办法得到致命性或决定性的胜利的话，最后一定是一个不满意的结果。什么叫不满意结果呢？就是俄罗斯不会拿到第一好的结果，乌克兰不会拿到第一好的结果，
俄罗斯跟乌克兰都只能拿到第2好的结果。好，那问题是这第2好结果怎么达成呢？大概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你也推进不了，我也推进不了的那很困难的平衡点上停下来了。这点上我们来谈判。好，那谈判了，那代表乌克兰出面的或者支援乌克兰出面的，一定是欧美大国。俄罗斯单独出来吗？大概不会，是不是这样？俄罗斯他也一定要拉一个人出来，那个人大概会是中共，因为对俄罗斯来说，他看来看去，他大概看明白了，我只能争取第2好，但这个第2好，欧洲国家跟美国国家不会帮我争取的，我自己争取呢可能分量不够，但是呢，中共过来会帮我争取第2好。因为我只要有点的实力，对中共来说是有用的，所以中共愿意呢出面。当然，中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啊，我能够调停大国战争，表示我国际地位提高了，我有面子，这东西也是这个好处之一了。所以中共一方面基于这虚荣心，二方面基于实际利益呢，他愿意出面帮助俄罗斯。欧美各国的计算是，如果没有中共出面的话，俄罗斯可能很难进入谈判桌。很难上谈判桌，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那我们欧美国家来帮乌克兰讲话，然后中共出来帮这个俄罗斯讲话，这样子呢就可能谈判了，所以会是一个多国多方的会谈。那你这样讲的意思就是，中共不需要公平，或者说不需要有一个公平的中共的这么个调停人。他不需要帮助乌克兰，因为欧美国家会帮助乌克兰，中共只要全心全意帮助俄罗斯就行了。而且反过来，我们还讲过一件事情，不要以为说欧美国家一定全力帮助乌克兰，也不要以为中共一定全力帮助俄罗斯，因为如果真的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样，欧美各国也觉得累了，然后中共这边也觉得有点累了，双方都希望战争要早点结束的话，双方一方面会劝，欧美会劝乌克兰接受合约，甚至会施加压力啊，你如果不接受的话，我可能很难再帮下去。对不对？我讲得很客气，但你就听懂了。中共这边讲说，哎，其实俄国我也很累了，我也帮不下去了，而且他们可能会制裁我。这样吧，你要不要见好就收？所以一方面是帮他争取第2好，二方面也是变相的施加压力，这样子合议才会成功。所以大概现在我们勾勒出来的情况就是如此。我再说一次啊，除非有重大意外出现，否则这个是比较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哦，这个以前我们常说这个今日的乌克兰是明日的台湾，其实反过来有另外一个说法是今日的俄罗斯是明日的中共哦，所以对中共来说，他也很担心，他也陷入未来这些泥道，所以大家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去抓自己有利的一些点啊。不过我还是必须说啊，一个不良善的政权哦，这些盘算哦，总不会是一个良善的方式啊。听完这个闵老师讲，我觉得要捏一把冷汗的。刚刚我说闽南语这个掐贵亏有多，我觉得俄罗斯才有一点是掐中共这个贵来亏有多。他没办法。他没有选择，那这个就是俄罗斯自己，我觉得就是你自己选择的部分啊。但我们就看这2个啊，其实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说，现在也很清楚的，必须在世界各国来讲都有点同盟在站队。也许大家一直还是说啊，不要选边站，但那也不是国际情势上面你可以决定的，因为毕竟这种所谓的各自的核心的价值的部分，基本上就已经南辕北辙了。但我想值得我们好好来持续来关注。今天谢谢闵老师的分析哦。如果你对我们今天的分析感兴趣，也觉得非常受用，我们也希望协助我们把这个讯息转传给更多的朋友。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
正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程小农。今天我们来到了美国长岛的 Adelphi University， 向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位台湾来的，在美国任教的一位政治学者王维正教授。王维正教授您好。陈博士您好，观众听众大家好。王维正教授啊，是台湾在美国留学任教的著名学者之一。他现在呢是 Adelphi University 的这个 Adelphi 大学的文理学院的院长，应该讲在学校里是属于这个管理层的精英。那他的本人的专长是政治学领域，然后他教的课程也是国际政治。那么他对美台关系应该讲是非常熟悉，那正是他在美国给美国学生讲授的。今天我想我们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啊，可以向台湾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来自台湾的学者来介绍他对美台关系的分析。那我个人呢是20年前在芝加哥大学就认识了王维正教授，所以今天有机会呢，我们再次能够在一起讨论一些当前这个台海以及美台之间的各种新的局势和变化。那王维正，要不要您给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正经最前线的观众听众大家好，我叫王维正，就如同陈小农博士刚刚讲的一样，我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我从小在高雄出生长大，在台湾念完大学，台湾大学念完之后当过兵，才到美国来。那我在美国已经30多年了，目前在这个爱德菲大学 Adelphi University 担任文理学院的院长以及政治学教授。那我的专长是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有关于亚洲的政治及国际关系。对于美中台关系的话，是有相当的兴趣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接受这个正经最前线的访问，希望说能够跟观众听众有所互动。谢谢王正教授。今天啊，我们想是2023年的开年不久，那么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王正教授你们都很熟悉，在过去这1-2年里，台海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那么更重要的是说美台关系走得越来越近。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台湾的观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在关注台湾的未来。那么我想呢，是不是可以请王教授您先向我们观众朋友们这个介绍一下您的分析，就是说2023年乃至2024年或者2025年，在这个2-3年内，您怎么来理解和分析美台关系之间未来可能的发展？那谈到这个美台关系的话，我想虽然我们现在是处于这2023年的这个开始，但是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一个稍微长一点的这一个历史的这个脉络来看。那么我想把这个时间这个还原到差不多1996年，就是台湾这个台海危机，然后也是台湾这个第一次总统直选，就是中华民国的全面的这个民主化开始。那么在这个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自从这个1972年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呢，这个美中台的关系基本上是由美国来主导。那台湾的民众呢，基本上没有参加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安排。所以台湾民主化之后呢，有2个现象。第一个话就是说，它民众的一般的这种国家认同开始产生很重要而且显著的变化。第二个就是说，对于台湾这个民主化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个成就，希望说在国际上能够有更多的能够认识或者是承认。那么所以从96年这个第一次总统直选出来的总统李登辉开始的话，台湾的领导人基本上来讲都要做这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回应台湾的民众的这个呼声他们越来越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且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政治经济的成就的话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二个话是希望说能够在国际上
能够有更多的这一个承认。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从李登辉开始到陈水扁时代，我可以是说是第一个阶段。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台湾基本上来讲是一个所谓的我叫做所谓的 first mover， 就是说它的这三角关系里面，它是第一个这个做这个采取行动的。那么采取行动不过是就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希望能够扩张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国际的空间。那么这样的话会引起这个对岸就是这个中共的反应，所以中共的反应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文攻武吓。那么一开始的话是武吓，1996年第一次台海危机，然后当然就造成这个台海局势的不稳定。那么美国呢就是第三个这个 mover， 他的第三个行动者，他回来呢就是说介入这个局势，把它恢复成原来的这种所谓的现状。那么就这样大家相安无事到下一次危机而已。但是这个情势到了2018年以后情势有所改变。这个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中国现在是由一个希望说能够在他任内能够完成这个历史大业的领导人叫习近平。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美国政学界对于过去40-50年的所谓的交往政策 engagement 的话，有一个深刻的反省。现在美国政学界普遍认为说，过去的这个40-50年的这种主流的意见交往政策呢，成就了是让中国成为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很重要的一员，但是完全没有达到中国政治体系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民主。所以美国逐渐的视中国为一个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威胁。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话，就台湾的话现在是非常满于现状，而中国的话变成是采取第一个行动的。那第一个行动的这个行动者呢，他被美国看来的话是不安于现状，所以美国的话要采取第二个行动。第二个行动的话就是来抑制中共。那么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说，就是您刚刚提到说，美台的关系越来越靠近，这是必然的。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话是变得非常的咄咄逼人。那台湾满于现状，中共不满于现状，所以他是第一个行动的，然后美国做第二个行动的，台湾不需要做第三个行动。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2023年到您刚刚提到25年的话，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说，美国跟中国自从2018年以来的那个几乎是成为这个螺旋形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关系呢，到美国跟中国这两个核子大国都有所反省，就是说这个关系不能够无限制的下降，必须要有一个停损点，然后要建立起一些这个规范来。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美国跟台湾都会各自进入选举季节。选举季节的话，当然会有一些就是说为了这个赢得选票所做的一些言语等等。那这些东西呢，过去在对中共来讲的话，因为他不太熟悉这个西方或台湾的这个民主社会的这个运作，所以他会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过激的反应。那这次的话，我觉得中国的话可能会很细心的在观察，然后很冷静的在等待。但是对于这个结果的话，它可能会有很高的不确定感。所以我个人看的话，就是说2023年到24年的话，这段时间对这个美中台关系来讲是一个不太稳定的时间的一个期间。那这个期间的话，就是说有几件事情要做。第一个就是美台的这个实质的关系要加强。那台湾的话要面对这个中国几乎每日都有的这种灰色地域的这个行动，要加以这个防范，而且要有效的来应对。然后台湾的民主的政治如果能够每一天能够继续发展下去，能够更深化、更广泛的话，就是台湾民主的成就。那么中国也毫无疑问的会继续发展它的实力。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三方面就是说要到了一个对决的这个地步，说还是不会，因为2023年到24年这段时间的话相当的不稳定，所以我相信习近平也不会贸然的行动。刚才王元正说你提到了这个，就是美台关系需要进一步的深化。那么我们现在也已经知道说，就最近美国这个去年中期选举结束以后，国会议长、众议院议长换人，换成共和党了。那么
这个新上任的议长已经在最近表示说他在准备安排访台计划。那么您认为说美台关系如果进一步深化的话，它有哪些方面应该讲是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或者说是应该做的事情？是，我觉得自从2018年以来到现在，就是川普总统，现在拜登总统，这个美国的行政跟立法当局的这个关系啊，就是国会跟这个白宫的关系，跟过去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这么多年来讲，有一个最大的本质上的不同。过去特别是克林顿政府时代，然后由于美国的帮助，把大陆引进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啊，这个是交往政策的一个最高峰。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在每一次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这个在野党都批评这个执政党，认为说他们的中国政策过于软弱啊，丧失美国的原则。但现在没有，现在美国的不管是在野党也好，或者是执政党也好，都对中国来讲相当的怀疑，相当的强硬。那么共和党现在拿回了这个国会的下议院啊，就众议院的这一个控制权。当然就是说，主要的委员会，包括这个外交委员会的话，都由共和党来做主席。那么共和党本来就是对中共是抱持这个相当的高度的怀疑，所以我相信可以预见，就是说在未来的这段时间的话，这个美台各方面的这个关系升温的这个情形的举动会更加会增加。然后现在这个白宫虽然是由民主党来执政，但是我相信他们不会，基本上来讲的话不会有意见，因为这个是有两党相当高的一个共识。那您刚提到说这个美台实质关系增加的话有哪些举动？我觉得可以做的很多，倒不一定说是完全都是非常这个有象征性意义的。比如说像新的国会议长麦卡锡啊 McCarthy， 他如果到台湾去访问的话，这固然是这个成绩过去的两个先例，比如说像那个1997年的 Newt Gingrich， 还有去年夏天的 Nancy Pelosi。如果 Kevin McCarthy 比如说今年春天到台湾去的话，并不算是破什么先例，但是中共他肯定会有一些反应。那我觉得美台可以做的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像现在的话，必须要针对这个中共他可能会用武统的这个方式这个可能性增加的话，要加强跟台湾在防务方面的一些合作，而且很多东西的话是最好多做少说。那然后在美台的话，比如说由于这个中共在国际组织方面，不管是多边也好，双边也好，对台湾有很多的限制。如果说美台，比如说在这个经济领域能够有一些突破的话，我相信会对于台湾拓展这个经贸的这个外交层面的话，会有一个领头羊的一个作用。然后人员的往来，那我相信这个任何美国人大部分的美国人到了台湾去访问的话，都会为这样的一个就是受儒家文化影响，但是却能够发展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民主制度的话，感到非常的欣慰，感到非常的鼓舞。而且对于这个美中如果长期交往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基础的话，台湾应该是扮演一个一个灯塔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可以加强的地方很多，倒不一定是要光是着重在这个一个非常有象征性意义的，比如说像国会议长的来访。我们都知道这个最近美国也在有重要的行政官员正在做安排行程要去访问北京。比方讲这个财政部长耶伦都可能最近要去。那您认为说他们去访问北京会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又间接的会对台湾产生些什么样的影响吗？刚刚我提到过，就是说中美两个核子大国过去从2018年到2022年，基本上这个关系是直线性的这个坠落。那么到了一个地步呢，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是习近平他做了一个根本的一个决定，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能够永无止境的下去，所以他开始的修改所谓的战狼式外交。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他向美国这个释放讯号，就是说希望能够恢复这个各方面的对话。那这个高阶层的对话，包括国务卿也好，
或财政部长的这个对话也好，是很重要的。那其他还有像国防部长的对话啦，还有其他过去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战略及经济的对话等等，我相信这些都会慢慢的会恢复。那么中美两国的关系的话是大国关系，所以有竞争的层面，有合作的层面，然后有对抗的层面，这个趋势可能是会继续下去的。那么如果说他们经过对话的话，能够把彼此的这个立场讲得比较清楚一点，甚至于说有所谓的红线讲得很清楚的话，也许对于双方的这个避免误判会有一些帮助。因为过去的4年的话，倒是真的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一些误判，或者说一些不小心的一些事情的话，中美双方都不愿意进入一个军事冲突的一个局面。那我觉得恢复高层对话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第一步，但是这中美两国的关系的话，毕竟是千丝万缕，相当的复杂。那么刚才我讲过，就是这种合作、对抗还有竞争的这个局面，应该是会继续。您刚才谈到了这个美中对话的重要性，对于稳定整个东亚局势有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也可以再把相应的角度放到台海两岸来，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台湾最近刚通过修改兵役法，延长到1年的兵役，这是加强国防的必要的准备。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台湾我们也知道在野党也提出了一些个这个主张，比方说通过对话，希望中共这个对台湾呢能够有更多的善意。那您觉得说这个目前在美中台这3方关系很不稳定的状态下，台湾不管是哪一个党，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他们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通过对话让习近平或者中共当局能够放弃他们攻台的这个基本的部署，或者我讲的是部署就这个不是口头的话，就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对话能对话出一个良善的结果吗？我想所谓的和平的话是人人都爱，但是问题是和平的话基础是什么？那中共的话，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样的一个选项，只是说他跟美国建交之后，他曾经对美国有所承诺，就是说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并不是台湾问题，这问题的本质其实是一个民主跟一个集权的这个的2个不同的体制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在民主。那和平的基础有很多，比如说现在在台湾的社会有一些人谈到说这个不要惹中共不高兴或者说这个有的人讲这叫所谓的绥靖政策的 appeasement。那我们看着历史上有一些不同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一个大国跟一个小国，特别是大国对小国有企图的时候，这个很多例子的话，台湾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说这个冷战时候苏联跟芬兰的关系。那事实上过去也有人提过的台湾所谓的芬兰化，就是说基本上芬兰可以这个维持它形式上的这个自主主权的自主，但是在外交政策上尽量不挑战这个苏联的苏联的立场。那么冷战结束之后呢，现在而且经过这乌克兰的战役呢，我们现在看到是芬兰进入了已经申请要加入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所以这个是 NATO 过去成立的话是为了要防范苏联的，所以这个历史的话有很大的一个转变。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以色列跟它环绕它周围的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强权的关系，因为这些阿拉伯国家的话，他们基本上来讲也是不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一个权利。那么中共对台湾来讲的话，他不认为说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这个政治实体，所以有同样的目标。那以色列这个例子呢，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很有参考的一个价值，就是说你如果要怎么样谋求和平，这个和平并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和平，因为这个和平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比缺乏这个主要的战役，然后对这个敌人来讲的话，他不敢对你轻举妄动。现在台海之间维持的和平是这种紧张的和平，那这个和平的基本的前提就是说，台湾的和平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这个就是英文有一句俗话叫做 peace through strength，
就是说你如果要和平的话，你必须要这个有强大自己的实力，对不对？这样才有可能。那么台湾，您刚提到说台湾这个国防预算，比如说增加了20%，然后这兵役的话，虽然在政治上来讲不是非常的受欢迎，但是执政党毕竟把它恢复到1年啊。那这个的话在很多方面来讲的话，可以显现出这个台湾对于加强自己防卫能力的一个决心嘛哈。那第3个例子的话，历史上的例子就比较有，我觉得可以参考的就是说这个，不过这个是比较久远的历史的一个例子，就是明朝时候跟中国跟其他这个所谓的朝贡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中国人的话，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说他认为他是一个这个中央的一个大国。那可是我不觉得说他会把台湾当作是一个藩属国，所以我觉得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话，应该是台湾去参考，要怎么样能够维持和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范，就是说 peace through strength。那么如果说这个北京当局可以很真心诚意的对待台湾，然后一个平等来对待的话，我相信双方对话是没有什么问题。这双方对话不过是要谈到，就是说如何让双方的关系能够站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政治基础上，然后对于这个在外交上的话，也会有一些这个信心建立的一些举动，军事上有些讯息举动，然后在人员交往方面，在经济交流方面的话，有更多的一些促进。我相信这个对于台海两岸的目前这种紧张的不是很稳定的和平来讲，会有质的这个变化，会变得比较积极的、比较稳定的一个和平的基础。但很可惜，就是现在习近平他认为说时间在他那一边，而且他可以逐渐的这个用军事力量的扩张，然后又不断的这种灰色地域的这区域的这种举动呢，来磨灭台湾的人民的一个心智和台湾军队的一个防卫。那我觉得台湾的话，在这种时候的话，就更需要跟美国和其他这个想法比较接近的民主国家的合作。王文正教授，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在中美还有整个台海这个局势不太稳定的状况下，那么美台关系今后会成为台湾民众还有台湾的政界各个政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那么从您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说，对台湾来讲，美台关系今后要怎么样发展，或者说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能不能就这些方面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研究和您的观察？是的，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在官方的架构上，自从1979年以后的话，基本上是靠台湾关系法来维持。台湾关系法的话是美国的国内的法，可以说是在美国来讲的话，这个位阶最高的一个文件。那当然，美国跟中共之间也有所谓的3公报，然后还有6项保证。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美台关系将来的前景是如何呢？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在台湾的民众也好，或政府官员也好，都很了解，美国对台湾来讲可能是生存发展来讲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是你说它是盟友也好，说是伙伴也好。那重要的性在于说，台湾的生存发展可能说必须要有美国的协助，但是美国的协助的话，在我们的这个政治学界上来讲的话，有一个两难之处。这所谓的两难就是说，美国的话很生怕这个因为台湾而陷入一场不想要打的战争，就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那台湾的角度来讲的话，生怕美国的这个承诺不够稳定，所以会被放弃。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entrapment 跟 abandonment 这样的一个 dilemma。那最近在台湾社会有这种所谓的以美论，那就是怀疑美国的这个承诺或者是保护是否可靠。那我觉得这个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有这个中共在煽风点火的一个效果啊。那台湾的话，把这称作叫所谓的认知战，就是说，从中共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分化台美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有越多的人
怀疑美国的这个承诺的可靠的话，对中共来讲的话，可能台湾社会就有越多人希望说要争取台湾的这个和平的话，唯有跟北京来谋和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可是这个以美论的话，美国也多少负一些责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美国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超级大国，所以它的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有责任。但它这个责任呢，它并不是说所有地方它都介入，它选择性的介入。那么最近几年的话，比如说它在这个阿富汗的这个撤军就会让有人感觉到说这个所谓的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这样的一个疑虑。但是阿富汗的这个战争呢，美国打了，在那边陷入了20年，是基本上来讲是一个泥沼。事实上，在阿富汗之前的话，苏联也有，然后在苏联之前的话是大英帝国，所以历史上来讲的话，任何在阿富汗这个陷入泥沼的这个帝国的话都没有好下场。所以拜登总统他已经讲过，就是说事实上从川普总统开始的话已经讲过说美国要撤军，所以我觉得很难把说那件事单纯事情来做一个，就是说做一个通论，就是说美国是不可靠的哈。当然我们可以同意，就是说美国撤军的时候，那时候相当的狼狈，那让人家感觉到说美国的这个形象有所损。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去年2月份开始，这个俄罗斯进军乌克兰，然后美国并没有这个直接派兵。然后当然有给这个乌克兰一些这个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甚至可能也派了一些这个军事顾问到那边去协助他，透过北约的方式。那所以有人就讲说，你看如果说俄罗斯这个进攻这个乌克兰，美国都不会出兵的话，如果中共进攻台湾的话，也同样不会。这是以美论的第二个这个最近的一个例子。但是我觉得从台湾关系法上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美国最后会怎么样做？人是在未定之天，因为这个的话是要经过这个美国总统跟国会之间透过一个宪政的程序，然后的美国的将来判断当时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从这个拜登总统曾经4度口头这个回应这个记者会上的问答的时候，已经讲过他心里面的讲法，就是说。我同意他的讲法，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如果台湾没有挑衅中共，然后中共打台湾的话，我觉得美国没有军事介入的这个可能性几乎是很小的。因为如果美国那时候不军事介入的话，台湾的生存发展可能就会受到直接的这一个威胁。但是如果说是台湾来挑衅中共的话，那就不一定。这个就是美国行之多年的所谓的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近年来学界有很多的讨论，就是到底要战略模糊还是要战略清晰。那我觉得的话，美国的战略模糊很显然的，而且很必要的，必须要走向更加的清晰，这样才能够有足够的这个力量，然后来这个说服中共不要轻举妄动。另外一方面的话，我刚刚已经提过，就是说你要和平的话，必须要准备战争，就是所谓的 peace through strength。所以美台之间在于关于这个加强台湾防卫方面的这个努力的话，要不断的进行。所以我可以几乎可以预见，就是说美台的关系在短近的未来，他们在价值上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享有共同的价值，然后在战略上的话，他们的目标也越来越接近。然后对于中共的崛起的话，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说这个崛起的话，目前来讲对人类是不利的。那只要台湾能够继续的很合理的这生存发展的话，没有什么理由是如果中共对于台湾这个采取这武统这个手段的话，我觉得美国这个介入的可能性相当大。这个介入的话，倒不见得说是绝对是就是派美国的军人来替台湾做防务，他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他可以支持台湾很多的这个军备，然后可以比如说可以调动他在这个附近的一些军事基地，比如说在琉球冲绳或在关岛的一些基地，然后可以情报分享然后人员训练等等方式相当的多。那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话都应该要做，而且事不宜迟。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的协防台湾，不是个单纯简单意义层面的说美军到台湾为台湾战斗，而是说美军
和美国的相关的各个部门，通过各个方面的力量来支援、协助和帮助台湾加强防务。那你也提到了，美军也确实有力量可以通过他在冲绳琉球群岛的这个冲绳美军主要的基地来支援台湾，甚至美国正在修建的这个要扩大修建的关岛基地，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支援台湾作用。那我记得您有一次跟我聊天提到过说，您亲自去访问过冲绳的美军基地哈，这是个很难得的经历，因为基本上记者是没有机会进入美军基地来看的。那您观察到有些什么样的印象，让你觉得说这个美军的冲绳基地，对台湾来讲，还有对日本的防务来讲，都有那么大的作用，是的，重要的。对，在2005年的时候，我曾经到琉球，就是冲绳，做过一次田野研究。那时候的研究的课题是在台海战事，就是 Taiwan Contingency 的时候，美日同盟跟台海战事之间的关系，琉球所扮演的地位。那我很幸运的，就是说能够访问美国几个在当地的一些军事基地，比如说包括他的空军基地、他的海军陆战队基地等等，然后还有这个航空兵基地。那航空兵基地的那个司令官还开吉普车带我到处逛逛的。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多观众听众，台湾的观众听众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事实上这个第2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战役的结束的话，在琉球还没有结束。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那大家知道2次世界大战的话是这个同盟国战胜，然后轴心国战败，日本战败。那战败之后呢，美军还在琉球这维持大量的驻军哈。这个驻军的话，当然是对琉球人来讲的话，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的生活。但是对于对东亚的地区的来讲的话，琉球在美军在琉球驻军的，却是东亚安全的一个保障。我为什么这样讲？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美军在琉球驻军的话 ，by the way， 就是说美军在日本的驻军大概90%以上都在琉球。那琉球只是日本47个县，就是 prefecture 其中一个，而且是最小的一个县，但是却是离台湾跟中国最近的一个县啊，所以它的这个战略地位的话是不可言喻。而且在历史上来讲的话，琉球就是明朝时候的所谓的中山王国，它基本上的话是向明朝来朝贡的，所以它历史上的话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折冲的一个缓冲的一个地位。那美军占领这个在琉球驻军的话，第一个它有多方面的一个保证的作用。它像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韩国、像中国、像台湾来讲的话，保证就是说我可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再兴，因为美军在那里看住。那么对于日本还有台湾来讲，就是说民主国家来讲的话，我在美军在那里的话，可以防止中国的崛起。那冷战的时候还包括一个多重的意义，就是包括这个遏制苏联的这个进展。所以在短近的未来的话，美军不可能会轻易放弃在这琉球的军事部署。然后再从一个比较运作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现在的台海局势，主要是跟中国的军力发展要突破第1岛链，进入第2岛链，甚至于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现在我们叫印太地区的一个霸权有关系。那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琉球的地位相当的重要。因为如果说台海有事的话，美军在台海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在500海里里面，唯一的一个空军机场就是在琉球的卡蒂纳这样的一个空军基地。那里的话，平常可以维持大概1个中队的这个战斗机，到战时的时候可能会增加很多，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作为一个前进基地。好，那如果台海有事的话，对中国来讲的话，它的机场都是在东南，特别是东部战区，多半都是在浙江啦、福建什么，对他们来讲的话是有地利，而且他们都是在现代战机来讲，大概500海里左右，这是他们的范围，要回去加油。那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说美军在冲绳的话，有这个在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前进部队。
这个前进部队的话，在任何的如果说是有这个战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海军陆战队是第一个会登陆的一个部队，所以对于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安全稳定来讲的话，美军在琉球这个驻军的话，还是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特别是在于台海有事。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自从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美日两国透过一系列的所谓的2+2的会谈啊，都是在强调，就是在强化，就是说将来如果说他们的美日同盟，如果说台海有事的话，他们实际的运作会怎么样？就所谓的 roles 那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可以想见，就是说如果台海有事的话，美军如果说要有军事的介入的话，他一定要靠在琉球的一些军事基地的这一些部署的权利，或者说他可以在那边增加兵力，或者说增加人员等等。所以琉球的未来跟亚太地区的安全的未来的话，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美国的上一次中期选举结束以后，这个众议院议长换党换人，那么现在新的这个众议院议长 McCarthy 呢，已经表示说他有计划要访问台湾。那么我也知道，这样的访问可能会让北京非常跳脚。那么同时，美国也派了他的其他的行政高官，像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那个耶伦，也要去访问北京。那您觉得说，美国的这样的这个出访，密集到东亚，派重要的人员到东亚的2个可能面临冲突的国家做访问，它对未来的东亚地区的这个局势的演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特别是对台湾的安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美国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外交行动，能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大西洋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太平洋的国家。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自从19世纪以来打赢了这个美西战争，美国跟西班牙战争之以后，从来没有从太平洋地区退出过。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都是因为美国的介入，所以这个同盟国方面才会赢。那么我刚刚也提到过，说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甚至于美国驻军现在还在琉球，还在南韩还有在韩国还有，所以美国向来没有倒退。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美国也意识到，就是说过去4年来，它跟中国的关系这个无止境的下降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停损点啊，所以这派着一系列这个高官去访问的话，是希望说双方能够恢复这个对话，然后能够工作层级方面的一个关系。但我刚刚已经提过，就是这最主要的关键是习近平想通了，他的想法有所改变，他觉得说他这个一味的强调这所谓的大国外交，然后中国崛起的话，已经引起全世界公愤，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普遍的恶感，就大家对他的防范，所以他希望说能够恢复跟美国的对话，这样也能够对彼此之间的关系安置一些护栏，然后能够维持一些稳定。那么在这个同时的话，美国必须要对这个区域的国家，特别是中国，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说美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它的外交的话不是由北京来支配的。所以谁能够去台湾访问啊？比如说美国也有这个台湾关系法，也有台湾旅行法等等，这些的话是由美国来决定。特别是一个国会议长。国会议长他不代表行政当局，国会议长他选出来的话，他有民意的基础，而且也有潜力。我刚刚提过有这个1997年 Newt Gingrich， 然后去年的话 Nancy Pelosi， 然后 Kevin McCarthy， 他如果到台湾去的话，有可能是为了要庆祝这个台湾关系法的第44周年这样的一个场合，44周年这样的一个场合，我觉得怎么样讲的话，都非常的合情合理。那如果中国很清楚的话，就是说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情这个反应过度。那我相信这个也是布林肯国务卿到北京去要传达的一个讯息，就是说如果北京反应过度，甚至于比去年暑假的 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的反应还要更过度的话，美国也不会因此而退让。因为如果这样一直退让的话，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美国要把这个外交的一些权限这个给释放给北京，然后这是他绝对做不到的。有关这个台湾啊，现在这个
从民调来看的话，台湾民众对当前的美台关系还有两岸关系，的很多看法呢，现在这个正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我们除了知道这个去年9合1选举的时候，民意的这个通过选票表达了一些他们的看法。那么最近呢，中央研究院也有一份民调，这个我想他的调查的结果可能让很多人觉得这个很惊讶，就是一方面呢，有好像80%以上的台湾民众在民调当中表示说他们不信任中共，但是另一方面也有60%多的民众呢，也不信任美国。您我知道王维正教授，您是这个也是民调方面的一位专家，参加过多次这个有关台湾的各种民调。我也在别的节目里看到您介绍过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成果。那么您作为分析台湾民调的也是一个专家，那您的眼光来看的话，台湾现在这一次中研院这个民调，这样两种看起来像矛盾的，他们好像既不信任美国，也不信任中共，他要信任谁？所以对这么一个现象，您怎么来分析呢？首先，我觉得民调的话，台湾的民调当然比起过去来讲的话，进步了很多。但是如果要纯粹讲说是一个符合学理跟科学的这个角度的一个民调，然后完全没有政党色彩，这个倒不多见。那通常来讲的话，民调我们要问很多的问题，就是谁来资助的，然后他的想要研究的东西是什么样，他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论。那就您提到您刚才那个民调来讲的话，我初步的解读就是，对于中共的绝对就是说有高度的不信任，这个是非常容易能够理解的，因为台湾民众这个基本上70多年以来跟对岸是保持一个这种分立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近年来他们直接感受到的就是中共不断的这个文攻武吓，然后中共希望说用香港的这个1国2制的这个模式来吸引台湾人，但台湾人看到就是说这个香港变成1国1.5制哈，所以他们可以说点滴在心头，他们对于台湾对于中共领导人的这个不怀善意是非常容易能够理解。那第二部分提到说有比例稍微低一点的60%左右的台湾民众对于美国的承诺也感到有所疑虑，这我刚刚已经提过，就是所谓的以美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觉得台湾人一般人的话，对美国的情感是相当的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很了解，就是说美国是民主国家，而且台湾的生存发展来讲的话，美国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们不太确定，特别是发生过像阿富汗、像乌克兰这个事情的时候，美国的承诺是否可靠？特别是当如果中共真的用兵的时候，美国的承诺是否会来？那同样的，我就说这种很复杂的这个心态，可以反映在几年前有另外一个看起来是这个相当矛盾的一个民调。这个是杜克大学牛明石教授跟我们几位从台湾来的学者做的一个国家安全研究的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台湾民众的对于这个未来的看法其实是有高度的可塑性。所谓可塑性的意思就是说，我刚刚在一开始都提到说，其实台海两岸的这个问题，今天不是台湾的问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那么这份这个台湾国家安全民调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台湾在没有挑衅的情形之下，如果台湾宣布独立，那个中共不来打的话，有很高比例，大概90%的台湾民众愿意独立，因为对他们来讲，这只是一个事实的一个肯定而已。而且如果中共不用军力来对付的话，为什么不？对不对？台湾就是说，事实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已经70多年了。那同样的，在同一个民调里面也发现说，如果两岸的这个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逐渐更接近的时候，有更多的台湾人会考虑
跟大陆有一种这个长久的这个政治的关系。我们不要叫它叫统一好了，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对于大陆这个敌意降低的话，也有很多台湾人愿意考虑。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的民意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来讲还是有相当高的一个可塑性。那主要的决定的一个因素哈，我觉得是在于中共的它的表现。如果说它表现还是一党专政，然后对台湾还是这个军事恫吓、外交封锁经济利诱的话，我觉得台湾的民众或者点滴在心头，会了解说他们要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话，还是有相当的障碍。王任教授，我知道您在美国的几所大学任教，这个您教的课里面，不光是在介绍东亚这个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的政治，你也分析和讲关于中共这样的专制制度的这个政治学方面的课程。那么，因此您也对中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习近平已经再次连任了。那么，您看中国大陆现在这种政治演变态势，习近平的这个连任，是不是离独裁近了一点，离民主更远了？或者说，中国还有没有可能走什么民主的路？首先，我认为在台湾的观众听众，因为即使是就针对自己的利益也好，应该更加增加对中国大陆的了解。虽然你不见得认同他，但是因为他对你的这个未来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更加了解。那中国目前是一个一党独大的一个体制。那习近平他这个最近20大之后他连任了，但是也破坏了党内很多的内规啊。那毫无疑问的就是说，这个中国的体制变得是更加的独裁。那我记得这个过去每一次这个更换领导人的时候，比如说江泽民啊、胡锦涛还有习近平的时候，很多西方学者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理论，就是说这个可能是跟那时候早年那个 Samuel Huntington 的理论差不多，就是说他必须一开始的时候，这些新领导人必须要集权。集权的话的目的是说，这样他才能够民主。就我们发现过去几任的话的一个现象，就是集权有了，但民主化没有。那我觉得这个也会在习近平的身上的话也会适用。那我觉得中国将来要民主化的前景的话，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倒是比较有可能，就是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来讲的话，你光看它的从人类这个许多社会的演进来讲的话，它的物质基础，我现在就用一个马列主义的讲法来讲，它的物质基础来讲，它的 foundation 的话，已经超过了这个所谓的转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一般来讲的话，人均所得超过1万块钱左右，是通常都会有这个 democratic transition， 会有一个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这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说中产阶级的兴起。中产阶级的话，因为它历史上的话，他们有很多的财产要保护，所以他们基本上的话，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民主的机制来保护他们的财产。那可是我的观察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来讲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不会这个 rock the boat， 所以他们特别是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们跟当权者这个签订了一个所谓的隐形的一个协议，就是说当权者跟他们讲说，你去搞你的经济民生，然后你不要去碰政治，然后政治的话让我来专权，让大家相安无事。因为如果说搞翻的话，你现在的既有生活大概也没有。我觉得这个是这一套这个说法的话，在中国的中产阶级还蛮有说服力。所以中产阶级既然在西方社会的话是民主化的一个动力，但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不会是一个动力。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那中国民主化要怎么来？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性就是说，在上层精英如果有决裂的话，就是说比较像1989年那个时候。那1989年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如果说赵紫阳那一派如果胜利的话，我觉得中国可能今天是比较民主和开放的。很可惜，赵紫阳他未必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我说这个 D 哈 ，Democrat 是一个小写的一个 D。
但是基本上来讲，他那时候是认同了这个社会比较开放、比较民主的这一派。那很可惜的是，邓小平拍板定案，让这个保守派这个胜出。所以如果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那时候做的一个决定，就是说1989年这种党高层的分裂绝对不能够让它再发生的一个重要性。但我觉得中国将来如果有民主化的话，一定是来自上面的这个党派分开，一派的话是跟民主派结盟，另外一派的话是保守派，然后社会的大众是支持民主派，这样的话才有可能。那今天啊，我们很荣幸这个王维正教授给我们从一个全局的角度，特别是不是从台湾看美国，而是从美国看美国和看美台关系，为大家提供全新的视角。那我希望说呢，王维正教授今后还可以更多参加我们政经最前线的节目，也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提供更多可以向大家一起分享的各种分析。王维正教授在中国大陆研究，他自己是来自台湾，当然对台湾的情形更有深入的了解，又是在美国任教几十年了，所以对美国也是非常有清晰的把握。所以这样一些个视角和这个很完整的这个知识，应该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好好的借鉴，好好的来分享的。再次感谢王维正教授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希望我们观众朋友们会喜欢王维正教授今天给大家的分析。我们今后再次会邀请王维正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观众们收看这个节目，也谢谢王维正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陈小农教授，很高兴能够跟政经最前线的观众听众能够互动。那有什么讲不好的地方，希望你们多多担待。我们就期待再下一次的机会。如果观众朋友们对王维正教授有什么期待呢，也可以在我们留言里头给我们留下宝贵的建议，让我们下一次呢再来采访王维正先生。